您最想去中国哪里玩？请订阅我的频道，今天带您走进云南丽江。丽江位于中国的西南部，这里有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的玉龙雪山，中国4大古城之一的丽江古城。在这常住的约125万人口里，纳西族、白族、彝族、傈僳族、普米族等等47个少数民族，他们占到了总人口的55.8%。丽江这个地方仿佛有着一种治愈的能力。看着晨曦中的玉湖村，丽江古城的繁华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10公里外的白沙古镇却如同一个静谧角落。800年的茶马古道记录下了过去凭着茶和马走出的贸易通道。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们在雪山之下上演着一场云上盛宴，烹饪出一道道垂涎欲滴的地道美食：腊排骨、鸡豆凉粉、丽江粑粑、纳西烤鱼、纳西火锅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云南丽江好玩的地方。1. 白沙古镇。这座静谧而古朴的小镇，距离丽江古城约10公里。如今的白沙古镇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玉龙雪山，白沙古镇的青石板路好像已经被晨雾浸染得温润如玉。作为纳西族的古都，这里就像一本被岁月轻轻翻阅的古籍，记录着纳西族先民的智慧与信仰。从唐代的三胆城到元明的商贸重镇，再到今日的纳西文化原乡，1000年过去了，它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有变化。在村子走走，会感觉到时光似乎停止了流动。天是那么的蓝，雪山是那么的雄伟，街上的狗是那么的闲懒自在。当暮色染红福国寺的飞檐，整座古镇变成了光影的剧场。大宝鸡宫的壁画在昏黄灯光下若隐若现。白沙壁画博物馆里，佛教壁画色彩依然鲜活，在微弱的光线中，佛像的神态庄严，身姿优美。此刻的白沙古镇亮起的点点灯火，就像照亮了纳西族1000多年的历史，让每一位到来的游客心中泛起温暖的涟漪。2. 印象丽江。以玉龙雪山为舞台背景，天空为灯光，观看这样的一场实景演出，确实是难以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视听盛宴。整场演出分为6个篇章，分别是描绘茶马古道马帮的古道马帮，展现待客热情畅饮的对酒雪山，描绘幸福自由的天上人间，以打跳歌舞表现纳西生活的打跳组歌，生生不息的纳西民族精神鼓舞祭天，以及最后的祈福仪式。从精美的民族服饰到激昂的古乐舞蹈，一定会被这既震撼又感人的艺术盛宴深深打动。3. 丽江古城。它也叫大研古城，坐落在丽江坝中心，四面青山环绕，一片碧野之间，绿水萦回，就像一块碧玉砚台，因此而得名大研古镇。古城巧妙的地形，独特的气候条件，主街傍河，小巷林渠，清澈的泉水滋润着古城的每一处。泉水穿墙过屋，让每一户人家都有家家流水，户户垂杨的诗意环境。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，丽江穆氏先祖将统治中心由白沙古镇迁至这里，开始营造房屋城池。时间到了明代，丽江古城进入了它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。从这里发展起的马帮商人，他们历经艰辛走出了茶马古道，他们用骡马驮来的不仅是茶叶和盐巴，还有中原的丝绸与西域的香料。走在古城中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的繁华，让这座800年老城充满青春活力。修建在古城中央的幕府，它就像雪山脚下的滇西北紫禁城，将天地山川的清雅之气与王宫的典雅富丽融为一体，高高耸立，居高临下，雄伟壮观。清晨的古城少了些喧气，多了份宁静。抬头望向那片纯净的蓝天，从古朴的院落里探出头来的蔷薇，到街角不经意间绽放的杜鹃，再到小巷深处那一抹惊艳的三角梅，每一朵都娇艳欲滴，色彩斑斓。这是旅行中最美的遇见。
而到了夜晚，古城又会披上另一层神秘的面纱，灯光与月色交相辉映，别有一番风味。4. 玉龙雪山，这座纳西族心中的神山，山上皑皑白雪，山下却是绚丽如春，鲜花满地。玉龙雪山的高山雪域风景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，这里终年积雪，横亘排列着13座山峰，宛若一条巨龙腾跃飞舞，故被称为玉龙。登上玉龙雪山是许多登山者梦寐以求的目标。从海拔3300米处直接到达4506米的索道上，亲眼见证雪山和冰川的壮丽景色。从4506米到4680米的观景台，目睹着近在咫尺的冰川。远处最高点的山尖，它就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，5596米。在纳西史诗《创世纪》中，玉龙雪山是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化身。每当晴空湛蓝，只要能够目睹雪山，纳西人便能汲取到源源不断的力量，从而拥有挑战一切困难的勇气。不朽的传说，云端之上的神圣与壮美，玉龙雪山在2024年接待的游客就超过400万人，成为云南省最受欢迎的自然景观之一。5. 蓝月谷，玉龙雪山东边山脚的一处景点。玉龙雪山的融雪自冰川裂隙渗出，沿嶙峋山脊蜿蜒而下，在海拔2800米的幽谷中，玉叶湖、净坛湖、蓝月湖、听涛湖，玉龙雪山遗落人间的4地类，共同编织出蓝月谷这处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。玉叶湖是这片仙境的开篇，浅碧色的水波像藏着千年冰川的寒冽，阳光穿透水面，投射在水底，整片水域忽而化作流动的祖母绿绸缎。山峰掠过，扬开一圈圈泛着金边的涟漪。净坛湖则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如同一面天然的明镜，映照着岸边每一片树叶的脉络。而蓝月湖仿佛是整个山谷的灵魂，它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、近乎透明的蓝色，湖底的白沙和卵石清晰可见。最深处听涛湖，雪山融水终于在这里挣脱了弹剑的束缚。它们在这里肆意流淌，化作瀑布冲下石崖，水波拍打着岸边。这4个不同的湖泊凝结成4颗翡翠，就像4种不同的人生境界：绚烂、纯净、深邃、和谐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只剩下湖水、森林和雪山的对话。6. 云山坪，玉龙雪山景区的一部分，位于海拔3240米的地方，是隐藏在原始云山林中的巨大草坪。传说云山坪是纳西族第一对情人的殉情之地，他们彼此相爱，却被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婚姻破坏扯离。他们向往自由的爱情生活，便双双上云山坪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。踏入云山坪，映入眼帘的是遮天蔽日的云山林。这些生长了数百年的冷杉高大挺拔，树干笔直如剑，枝叶交织成一道天然的绿色穹顶。阳光透过树隙洒落，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仿佛大自然精心设计的水晶地毯。空气中弥漫着松枝的清香，混合着高山草甸特有的清新气息，不觉让人屏息凝神。草甸中央，大片的草坪如绒毯般铺展开来，一年四季景色各异。春看野花缤纷，夏享森林清凉，秋赏层林尽染。到了冬天，看着银装素裹的世界，围坐在火炉旁，喝一杯热茶，听当地人讲述关于云山坪的爱情传说，这便也是幸福的一种收获。7. 束河古镇，位于丽江古城西北方向的4公里处。它是丽江古城的姊妹篇，石板路、小溪流水、古建筑。束河古镇虽然在规模上没有丽江古城那么的恢宏，但它却依然让人一眼沦陷。
脚下的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滑而富有质感。街边的古建筑，木质的门窗，斑驳的墙壁，留下的是岁月痕迹，又在时光的洗礼中愈发韵味十足。这些老房子像是一位位沉默的老者，静静伫立，见证着古镇的兴衰变迁，也守护着这里的宁静与祥和。不经意间，弥漫而来的淡淡茶香，坐在店门口喝上一杯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看着街边随风摇曳的花草，时光仿佛变得柔软而缓慢。摆满民族服饰和手工艺品的店铺，色彩斑斓的衣物，充满民族色彩的图案，精美的饰品。推开窗便是如画的风景。清晨在鸟鸣声中醒来，夜晚又伴着月光与星光入眠。在束河，生活可以简单而纯粹，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压力。束河古镇用它的古朴、自在与惬意，让心一眼沦陷，不舍离去。8. 茶马古道。了解历史，你才会发现它的伟大，体会它的精神，理解为什么它会被后世的人们传承。茶马古道是一条古老的商贸通道，最早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，是中原与边疆地区进行茶叶、马匹等贸易的重要通道。在古代，茶叶是中原地区的重要特产，而边疆地区则盛产马匹等战略物资。这种互补性的贸易需求促使了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发展。丽江作为滇藏线的重要节点，自古以来就是茶马贸易的重要集散地。古代马帮们带着商队翻越高山、峡谷、森林、草原，现在当休闲旅游的重新走一遍，其中的艰辛和付出是可想而知。现在沿途这些美丽的自然风光，对古代的商队来说都是路上的挑战。听着马脖子下传来的铜铃声，那些远去的画面仿佛出现在眼前。此刻再去看博物馆陈列着锈迹斑斑的马铃、酥油桶与藏式马鞍，它们更加的具象化。东有丝绸之路，西有茶马古道，这两条古道如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两条璀璨丝带。9. 拉市海湿地公园位于丽江古城西南约10公里处。拉市海湿地公园海拔约2400米，湖面面积达6.5平方公里，是一个典型的高原湿地。厌倦了丽江古城的喧嚣，驾车10多分钟就可到达这处宁静的远山。碧水、草甸，拉市海和大名鼎鼎的洱海一样，虽然名字里有海，但都不是海，是湖。洱海或许比拉市海出名，但拉市海却比洱海更宁静，还保留着质朴纯真的模样。每年的春天，拉市海是一年值得等待的季节。去看盛开的桃花之海，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什么是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湛蓝清澈的湖水映照着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树，蜿蜒的栈道穿过水草，微风吹过，水中觅食的黑鹤，草地上散步的马。此时是否会有一种感觉，人生是旷野，没有尽头，抬头是苍穹，低头是绿地。拉市海的风掠过耳畔时，便懂了这句话的深意。湖面如碎银铺展，候鸟掠过泛起粼粼波光，远处山峦与云霭缠绵，近处水草在浅滩摇曳生姿。10. 玉湖村，它是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，充满着神秘气息。从白沙古镇驱车10余分钟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，你就能到达这个被群山环抱的村落。与其他纳西族村寨不同，玉湖村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排排的石头房子。看过丽江古城、白沙古镇、束河古镇后，眼前这些依山势而建的石屋，用山间就地取材的岩石砌成，不仅打破了纳西族人民以木质建筑闻名的印象，也让玉湖村更加充满神秘气息。村子里的生活节奏很慢，但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。没有喧嚣的游客，没有商业化的氛围，只有纳西族人世代相传的淳朴生活。坐在院子里，煮上一壶茶，一边吃着本地特色美食，一边欣赏远入的雪山风景。距离村子约1公里的仙女湖，又是另一种风景。
百年光阴，玉湖村依然保持着它最原始的模样。它就像一颗被时光遗落的珍珠，静静地躺在玉龙雪山的怀抱中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有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馈赠。或许这就是玉湖村最大的魅力，它让我们相信，在某个角落还存在着未被现代文明改变的净土。